嗨，大家，好久不见！这一次真的好久没有帮大家更新影片。有人在问我到底在干嘛？因为从2月26号还27号吧，就是处女座的满月之后，其实这段时间的能量都非常的强。对，真的很强。我除了可以把之前就是已经预约的一些咨询个案做处理之外，这段时间我几乎都是在闭关的状态，一直到这2天吧。其实金哥讲起来，可能到昨天才真的觉得比较舒服一点了。所以我今天就想说，赶快来跟大家更新一下影片，顺便要帮我自己更新一下资讯，就是之前原本预约的方式是写信到 email 嘛，那因为我之前有发现几封，大概不管，反正就是我没有服务过的朋友，那写 mail 要跟我预约，结果可能是因为我没有跟他们通信过，所以 Gmail 的判断上就是直接把它分类在那个垃圾桶。结果我一直到前阵子我在等一封信，然后我就问对方说：“你寄出了吗？”他就说他已经寄出来。那我当然就是去找那个广告信件夹还是垃圾桶那边去找，才发现有几个朋友就是email 来要跟我预约时间，但是就是我完全是没有收到的，所以我第一时间赶快当下回复给他们，约好时间安排好之后，也一直跟他们说声非常的抱歉这样子。那所以我这段时间也把要跟我预约或是要跟我联系的方式就改成Line， 就是我的资讯栏那边有更新了，有打上了我 Line 的账号。那以后就变成如果是要预约咨询或是要找我的朋友，都请直接用 Line 跟我联系。对，应该是这样子的方式会最保险吧。对，这段时间2个月有了，希望所有的朋友你们一切都好。那我们就开始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吧。可是今天很特别，我今天要录，因为我想说今天要来录节目嘛，那我就想说那就把我就是这阵子的个案他们的一些主题，我就挑了一个想说来跟大家聊。结果呢，很有趣的，我刚刚在准备要录影片的时候，我收到的讯息是叫我改成跟大家用聊的方式，对，跟大家用闲聊的方式去带入一些可能也是比较正向的观念或是想法。但是呢，我就想说，我就没有准备，我不知道要聊什么，而且因为我之前的影片也都没有跟大家用就是聊的方式去跟大家聊天，那反正没关系，就是听上面的话。就这阵子我刚好也在休息，让自己把步调整个放慢嘛。那我就想说，我把一些最近有触动到我的心，或者是让我觉得很有感觉的一些事情，来跟大家分享。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我可能突然想到，可能会从由远到近吧。我刚刚想得起来的，可以让我跟你们用闲聊的方式讲的事情。对 ，OK， 好的。然后我手上这个是我的小伙伴，它是那个蓝铜矿，对，我很喜欢蓝铜矿。那如果是这样，我就可以拿笔记出来，对，我就是闲聊。我大概有几个事情可以跟你们分享，我看一下哦。这个是我自己平常会做的笔记。好，我先跟大家分享这个好了，分享我刚刚讲到的那部电影。这一部啊，
跃动心旋律，它好像就是得到今年奥斯卡奖，就是前一阵子的那个最佳影片的大奖跟最佳男配角。那这一支它是在2021年的年初就上映，稍微留意到这一支的影片，是因为它那个时候它这个题材我觉得好特别哦，它就是它已经不是听障了，它是那个算聋哑人士的一个家庭为故事的主轴，它就是一对聋哑人士的夫妻，然后他们家有儿子跟女儿，那他女儿是唯一他们家4个人当中听跟说是正常的一个影片，所以那时候我稍微有注意到这支电影的时候，我只是觉得这题材还蛮特别的。我今天想说来分享这个，我想说那我要不要讲我看这支影片看到哭可以选一个那个比较轻松的片子来看。然后因为它的归类是在喜剧片，然后我想说就算不好笑的话，应该也是比较像那种家庭片的概念，就是比较轻松，然后也不是剧情片，然后也不是动作片，然后我就点了，我就开始看，结果我看到大概1/3还是一半的时候吧，我就发现妈呀不对，这次好好哭哦，赶快按暂停，然后去拿一包卫生纸，就继续坐下来，然后在那个电视前面就决定要好好哭一场。我觉得它的整个架构都非常非常的好，它其实有谈到这个小女儿，她大概好像16岁嘛，这个小女儿的主要当然是她的成长经历跟他们家人的那个之间的爱，就是他们的彼此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然后非常团结，非常非常团结的。然后还有身障人士或是聋哑人士，他们其实我怕我等一下讲一讲会哭，不要太奇怪。就是他们在面对生存的时候的那个不安全感，其实是如果你们就是应该说我们啦，如果没有认真的去试想过那个感受，我的天啊，真的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我还念国小的时候，我们家附近的一个邻居，他的父母就是聋哑人士，就是也听不到，然后也不会说话，然后他也是一个他就是正常的，所以我第一次接触到聋哑或是身障人士就是那个时候。可是因为他的那时候在我小时候印象，他就是很阳光，算阳光开朗吧，所以就觉得可能身障人士他们跟我们是一样的。但是重点是在看完这一支之后，它其实故事的架构当中有一个点，它有触及到我刚才有提到，就是他们家一家4口当中，只有这个16岁的小女孩，她是唯一一个说跟听是正常的。在她决定追求自己的梦想之前，她几乎是过着另外3个人的生活。所谓过着另外3个人的生活，是说因为他们家的其他3个人是听不到，也没办法，别人也看不懂手语的话，所以其他家人的行程，他通常都要参与。对，他就是要一起陪同，然后去当翻译。她一个16岁的小女生，她要过着另外3个人的人生跟行程，然后一直到她决定要去追求她自己的梦想当中的一些冲撞，当中又有一些好笑的点。刚刚提到她家里的，她父母的感情又非常非常好，所以她又有带到一点点可能是比较诙谐的地带的观念，可是他们这个部分又非常的开放，你就觉得整个家庭的那个心理的素养，你说他很健康，真的超健康的，也非常的正确。然后但是你说他们有他们自己
封闭的黑暗面。整个影片当中也有带到他的家人对于他可能要追求梦想的一些一开始的抗拒啊，不安全感，或者是基于保护他的心，反正就是很好哭，真的很好哭。我后来真的是看到，后来确认就是这支可以哦，就去拿了一包卫生纸，对，然后是真的哭得稀里哗啦。主要是他的大结构都还是在诠释爱这个东西，它还是一个非常正向的电影，而且它很厉害。它在2021年的影展首映完之后，它就被苹果公司以创影展纪录的历史纪录的高的价格把它买下来，然后在那个Apple TV 的他们的串流平台上做播放。这个电影我是还蛮，就是非常想跟你们分享。对，而且它是被归类在喜剧，对，但是所以我把喜剧看成悲剧嘛，我不晓得，但是我觉得我真的好，没关系，你们自己看，反正非常推荐这个电影。然后再来是还有这个也可以跟你们分享。你们一定觉得我怎么这么爱写笔记，对不对？感觉翻来翻去很多，其实还好，我没有很爱写笔记。对，你们可以去，有没有吓到你们？你们可以去搜寻一下，我等一下会把他那一首歌那个影片的连结档放在这支影片的资讯栏下面。中岛美嘉她其实算是在2000年上下的时候很红的那几个日本女歌手，滨崎步啊，还有宇多田光的那几位。但是她其实我一直都还蛮欣赏，是她有一种不甜美，但是又很甜美。她的眼神有一种灵魂深处很有深度的感觉。她是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出道。那在2010年的时候，她有的不是得了，是她的那个叫什么耳咽管开放症变得严重的恶化，所以他们的公司就在官网宣布，就是她必须要先暂停所有的活动跟演艺的事业，一直到她把状况调整的比较好。所以他在之前已经有这个病症出现的时候，他已经撑了一段时间，好像不止一个歌手有得过。他们会没有办法分辨自己跟外界的声音，那更不用说到严重的话，其实是会失聪的。是任何我们平凡的人，如果原本是可以享受到美好的声音，然后你可以从声音去判断距离，或者是任何周围的感官，到突然可能这个功能渐渐丧失。但是它有一段时间是非常低潮的。在帮我一个个案在聊的时候，我跟他说，希望他可以去找这个日本歌手的一些资料，跟他分享一些很正面的，就是对于生命力这件事情。我不知道，我那天就是刚好想到以他为例子。那个 YouTube 的影片是他在复出，已经宣布复出了，演唱上面可能还没有恢复得很完全，他就整个人就蹲下来，蹲在舞台上，然后用手去触摸那个音响，然后感觉那个其实它是感觉旋律跟拍子啊，但是我觉得那个是生命的律动。中岛美嘉，我真的觉得我比较会觉得他让我他是用灵魂跟生命在唱歌，很感动的一个小事件。虽然它是一首歌，叫中岛美嘉，然后我等一下会把那个连结放在下面。另外一个可能就会稍微的，也不是严肃一点点，反正既然那个上天的讯息就是要我跟你们闲聊嘛，但是我觉得这个也蛮值得被
帮大家更新一下观念啦。再帮我一个算是他不算是我咨询的个案，他比较算是像我的，也不是徒弟，也不是学生。他如果有一些问题，他会来询问我。那后来我在跟他聊的过程当中，其实他有很多，他个人还有很多该被修复的地方。他自己问我说：“那我现在这样子的话，我还适合帮人家做占卜嘛？”他是做塔罗牌占卜的。然后我非常的讶异，我说：“哈，我说当然不适合啊。”因为某方面来说，其实我们在做的事情，或者是我们在做的工作是非常神圣的。那如果在你自己状态不好，或者是不用讲，或者就光是在自己的状态不够好的时候，是非常应该要先暂时不要去帮别人，或是做任何的传递或者是解读。因为那样子自身的状态，不管是能量或是精神，或是更不用讲是心理的那个健康或是健全的状态不好的时候，就更不应该去做这样子的事情。至少我觉得，而且非常重要。因为我有一个他在业界还蛮知名的塔罗老师，我跟他还算熟。虽然我本身对塔罗我其实是很尊敬的，但是我本身没有去学习塔罗这一块。但是其实我非常的尊敬他们的这个专业的领域，是我之前没有特别的去关注他们的视频啊，稍微看一下现在的市场的状态大概是怎么样的。坦白说，我非常讶异耶。重点就是我发现其实有很多它的主题，它的占卜的主题是非常，它并不会把你带到更觉醒或是更有认知，不管是对自己或是对自己自身的状态，并不会让你对自己有更清楚或是更深的了解。但是其实我们的工作跟我们的目的，其实就是希望可以让更多人不要讲觉醒，就是能够更了解自己的身心灵的状态，然后如何去修复它，或者是如何的去修正它，让自己能够更好。比如说像我看到我两个印象很深的题目，一个是它的主题是什么？你灵魂深处真正渴望的是什么？坦白说，我心里想，我的妈呀，怎么会有人就是你们懂我意思吗？如果是说像这样子的占卜，或者是对，就是像这样子的占卜，它只会让你们，它只会把去询问的人带到另外一个更无知的境界。因为怎么会有人连自己灵魂深处渴望或是想望的事情是什么都不晓得？那如果你不晓得的话，你就更应该要去静下心来，去感受跟你自己的心相处，而不是去问别人说：“你来帮我测测看我的灵魂想要什么？”那个完全是不对的。就是我希望你们可以理解我在表达，跟我觉得那个不对的东西是在于哪个点。然后我看到另外一个也是非常让我傻眼的，它的主题是我应该要整形的地方是哪里？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无言，就是好 OK，anyway， 反正我觉得你们，我相信我的听众，我的粉丝们一定懂我要说什么。如果你们有疑问，
或者是任何的状态，需要去多听或是询问别人的意见 ，OK。可是很重要的是，你们一定要相信自己是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你们要相信你们有自己的自由意识，可以判断什么话，或者是哪一段话，或是哪一个字对你们是有帮助的，可以让你们成长的。即便是你们今天去做占卜，或者是去比如说来找我问事都好，我的话也不一定是对的，自己都要有意识的去做过滤、选择，然后去消化，不能只是一昧的别人说什么就是说什么。我灵魂深处真正渴望的事情是什么？很惨欸，灵魂陪伴了你这么多年，他想要什么你都还不晓得。我应该要整形的地方是哪里？好啦，那就还是祝福他们，对，但是希望他们能够更加训练自己的自我意识跟有足够的独立判断的精神的层次，对。那就好像今天就大概这几件事情跟大家分享吧，应该就没有了。所以我等一下会把电影的，另外就是中岛美嘉她的那次的演唱。然后记得之后如果要找我，就是预约做咨询的部分都改成用 LINE 的方式，所以你们可以看下面的资讯，然后可以再加我的 LINE 跟我做联系。然后另外我等一下会再上一个粉丝他们所自己的那个他们的 FB 的一些介绍，那我觉得都也还不错的东西，也想跟大家分享。如果大家有去那附近走一走，或者是有家人住在那边的话，都可以多分享给别人。好啦，然后再一次的谢谢所有支持 Angel 8810的你们。虽然很抱歉，我这一次真的隔了比较久才上新的影片，我很清楚我一定要让自己升级，我才能有更好的状态去给予你们。所以对，希望你们有想念我，还是没有，其实我们也没有很记得你没上影片这件事情。好，再一次谢谢所有支持跟喜欢 Angel 8810的你们，我爱你们，然后也祝福你们。那我们就下次见，拜拜。